这是洛杉矶10多幢豪宅，几天之内就这样慢悠悠地陷入山谷。这是上个月发生在洛杉矶南部的山丘半岛 Palos Verdes 的呈现，缓缓地惊心动魄。这里距离市中心有20多英里，俯瞰太平洋，冬暖夏凉，气候宜人。内陆炎热到40度的时候，这里的温度也只有20多度。沿岸的房价不断上涨，房屋的建造也达到了极限。加州沿海的海岸山崖在慢慢的剥蚀滑坡，上面的房屋就一步步的走上悬崖。地球上恒定不变的就是变化。4亿年前的一块泛大陆分解成我们现在的5大洲的布局。地壳就是有很多个板块在不断的漂流撞击。陆地的板块叫做陆壳，海洋下边的是洋壳。太平洋的洋壳是从中心的洋中极不断生长出来的。洋中极是一排交错的地球热线，地下岩浆从这里冒出来，形成新的洋壳，向两侧伸展。洋壳比较重，碰到东西两侧的比较轻的陆壳就插下去了，叫做俯冲带。这一插一碰就形成了高山，引起了火山爆发。这一圈就是环太平洋火山带，包括西边的日本，东边的秘鲁、智利的安第斯山脉，北美的 Cascade 和 Sierra 山脉。在俯冲带，洋壳不停地朝着陆壳向下抵压，火山不断地形成，地震不断地发生。这就是地球每天的日常。再回到洛杉矶，加州的南部是巴哈半岛，它从加州湾分离出来。加州湾不是美国加州的，它属于墨西哥。不过历史上，加州也曾经是墨西哥的地盘。巴哈半岛的最南端是 Cabo， 意思是海角。从洛杉矶飞到这里只有2个小时，又没有时差，这是加州人的休闲胜地。Cabo 的尖角叫做天涯海角 Land's End， 这是名副其实，因为新的海洋正在这里形成。加州湾几百万年以前是个地幔热点，火山喷发就像气焊切割一样，把巴哈从北美大陆给分割出来。这是一个出生的海洋婴儿，就像太平洋一样，它不断的生长，形成新的洋壳。假如地质运动持续不变，再有几百年，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大洋了。从陆地上看，这是圣安卓断层 San Andreas Fault， 它是一个平移断层。巴哈半岛就像一条窄长的舢板，慢慢地飘进太平洋。在地下深处，它已经融入洋壳，现在是太平洋板块的一部分。洛杉矶就坐落在这片看似北美，其实是太平洋的板块上。希望这不会给倡导加州独立的激进人士提供依据。这块山板带着洛杉矶不断向北漂移，再有几百万年就会和旧金山汇合了。当然，那个时候的旧金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一般说来，火山岩地区的土壤是最肥沃的，因为矿物质丰富。你看夏威夷，全是火山形成的岛屿，种啥都开花。洛杉矶盆地则不同，它的土壤主要是沙丘沉积，土壤最为贫瘠。这要赞许在这里种花种菜的朋友不容易呀。地史上的每一次冰期都影响这一带的成绩。冰期的时候，海平面降低，地层开始分化剥蚀。温暖的间冰期，冰雪融化，海水升高，把沙石堆积起来。在城市建设之后，我们很难看到脚下的地层，所以如果有新的基建动土挖地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的观察地点。加州也有法律，在挖地基的时候必须要有专业的地质和考古人员介入跟踪检查。
这些年有不少大型的化石发现，都是在修路的工地上。洛杉矶自然博物馆也经常组织沿着公路两侧的化石考察，给民众以广泛的科普教育。这也让我亲眼看到了我们脚下的地基就是这样松散的砂石。看下地质图，一目了然的当然是圣安卓斯断层，它全长有1300公里，从加州北部延伸到南部的墨西哥。这是个典型的平移断层，包括洛杉矶在内的西南地块往西北方向走，北边的地块往东南方向走。断层的挤压运动积蓄着能量，随时会爆发地震，所以这里每150年到20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地震，震级在7级以上。现在我们已经过了这个周期，老天爷已经多给了我们几十年的稳定时光，我们好像也忘掉了地处危机。我们每年都能感觉到1、2次的小地震，这是个好事儿，它让挤压着的能量频繁的释放，也许能避免一次性的大灾难。但是还是看看这些纵横交错的大大小小的断层就在我们脚下。我们从东部搬到洛杉矶就开始买地震保险，搞地质的不做地震的分反防线好像是说不过去。洛杉矶周边的地震风险是非常真实的，地震的破坏大家也都知道，并不是非要房屋倒塌才得到赔偿，只要是房屋有了裂隙被划为危房，你就不能住了。我不是卖保险的，但是呢，要介绍一下加州政府的地震保险基金 California Earthquake Authority， 简称 ECA。 它是非盈利的公共基金，是1994年洛杉矶北岭的地震之后成立的。它是加州政府和私人保险公司合作的一个地震保险计划。我们大家都有的房屋保险是不包括地震损失的， CEA 的地震保险就填补了这个空白。它覆盖了房屋重建、个人资产和生活费用的支持。现在 CEA 的地震保险要通过你的私人房屋保险公司购买，是完全自愿的。不过这几年有的银行贷款会要求在地震风险区的房屋购买地震保险。加州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大地震了，所以 CEA 的基金不断的积累，但是还是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要用上。